你敢想吗？在一个把旅游当作最后救命稻草的国家，如今连这点虚假的繁荣都撑不下去了。曾经，中国吹嘘旅游业是内循环的最大亮点，是拉动消费、拯救餐饮、撑起 CPI 的万能解药。可是现在，现实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旅游集团中免发布的半年报显示，净利润暴跌 20.81%，6个季度连续下滑，和2021年的峰值相比，已经整整腰斩。这是什么概念？一家央企垄断的免税巨头，号称掌握全国游客钱包的独门生意，现在居然成了血流不止的伤口。海南离岛免税业务原本是墙内韭菜旅游的核心支点，如今也亮起了刺眼的红灯。免税购物金额 167.6亿元，同比下降 9.2%， 购物人数仅 248.2万人次，同比骤降 26.2%。这不仅仅是游客少了1/3，更意味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信心正在被彻底掏空。别忘了，旅游业在过去几年被北京当作唯一还能撑门面的行业。房地产暴雷，制造业外迁，股市一地鸡毛，出口乏力。每当统计局想端出点漂亮数据，总要把社零、餐饮收入、旅游人次往前搬。哪怕老百姓没钱买房，至少还能让他们挤火车去个景区，吃碗米粉，刷刷小红书，然后在报表上制造虚假的繁荣。可现在连这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没了。2025年上半年，中国中免的营业收入 281.51亿元，同比下降 9.96%， 规模净利润 25.99亿元，同比下滑 20.81%。 更可怕的是，从2024年第一季度开始，核心指标已经连续6个季度负增长。这不是偶然，这是整个中国消费体系断裂的信号。别以为只是免税行业惨淡，更扎心的消息是，连那些曾经被吹成民族文化地标的景区也一个个倒下了。郑州市政府和杭州宋城集团投资控股的黄帝千古情景区，几个月发不出工资，老板干脆跑路了。这不是小景点，而是背后有地方政府撑腰的大型文旅项目。它的倒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地方财政也没钱救，意味着旅游业的繁荣完全是泡沫。过去几年，多少县市靠建景区、搞文旅来撑 GDP， 多少老百姓的辛苦钱被忽悠着买票、买纪念品，如今一个个都成了烂尾工程。墙内韭菜旅游彻底熄火了，百姓没钱出门，结果就是景区亏损、员工失业、政府财政失血，一连串倒闭潮已经在路上。根据海南省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海南港口和机场旅客吞吐量 3519.52万人次，同比下降 1.4%， 其中离港旅客下降 1.6%。这看似不大，但别忘了，海南是全国政策最优惠的旅游特区，如果连这里的客流量都在减少，那全国其他景区只会更惨。再看中国中免的细分财务，第二季度单季净利润同比下降 32.21%， 现金流量净额下降 39.5%。这就是一台庞然大物轰然失速的写照。而中国媒体报道更是揭开了遮羞布。今年上半年，中免注销清算了多达12家子公司，涉及牡丹江、合肥、厦门、平潭，几乎把机场免税业务砍掉了一半。央企自己都在收缩战线，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已经彻底撑不下去。为什么老百姓不再消费？答案其实残酷又简单，钱没了，信心没了。过去3年，中国家庭财富的缩水速度惊人。根据央行数据，中国居民住房资产平均占家庭财富的70%以上，而房价已经连续多年下跌，很多家庭的净资产被硬生生砍掉一半。与此同时，失业、
降薪潮汹涌而至，年轻人靠送外卖、跑网约车勉强糊口，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农民工工地停摆。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花几千块去海南买化妆品？谁还会为了一场演出跑到皇帝庙挥霍？更别提医疗、教育、养老这三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普通人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愁，旅游只能穷游，甚至干脆不去了。旅游曾经是中国经济里的一块虚假遮羞布，是维持统计局报表的最后烟火。可如今烟火熄灭，只剩下冰冷的现实。老百姓没钱，消费全面降级，国企巨头撑不住，利润连降6季，地方景区倒闭，老板跑路，就业岗位减少，更多人失业。最可怕的是，这不是短期波动，而是结构性的坍塌。因为在2025年12月18日，海南将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零关税商品范围大幅扩容。听起来像是利好，但对中缅这种垄断央企而言却是毁灭性的。因为未来普通零售商也能享受同等政策，它的价格优势被彻底消解。换句话说，连唯一的垄断特权都守不住了。旅游熄火只是中国经济危机里的一根导火索，更深层次的崩塌正在以连锁反应的方式蔓延开来。先看房地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明明白白写着2025年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6.9%， 销售额同比下降 21.3%。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房地产行业这个成了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支柱已经被彻底打断起了。恒大、碧桂园这样的巨头曾经吹嘘的1000亿销售神话，如今沦为清盘、退市、烂尾的代名词。根据经济参考报，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已停工、延期交付的烂尾楼项目超过3000个，涉及家庭数百万户。这些家庭本来是中国的中产希望，现在却背着几十年房贷，住在半拉子工程里，财富一夜蒸发。房价下跌不仅仅是数字的缩水，更是老百姓心里的崩塌。因为中国家庭财富的 70% 与房产绑定，一旦楼市跌入无底洞，人们自然不敢消费，旅游更是第一个被砍掉的开支。于是我们看到消费降级的全景画面，中国中缅的顾客减少 26%， 这是一种信号，有钱人不愿意在海南免税店买化妆品了。与此同时，康师傅、统一方便面的销量也在下滑。最新财报显示，康师傅方便面业务半年少卖11亿包。高端消费不行，大众消费也不行。老百姓不再去海底捞，取而代之的是路边摊、拼多多的9块9包邮。很多年轻人宁可买山寨，也不敢再买大牌。2025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2.1%， 这是继疫情后最低的增长水平。换句话说，中国人的消费意愿彻底崩塌。旅游业的倒闭和景区的跑路背后，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失业。皇帝千古情一倒，数百名员工立刻陷入无工资、无补偿的困境。根据人社部数据，2025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6.2%， 其中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高达 21.5%。这还只是官方数字，真实情况远比这更惨。BOSS 直聘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平均岗位薪资下降 4.8%， 但岗位竞争人数却同比增加了 37%。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迫接受低薪工作，甚至主动放弃找工作，直接摆烂。旅游业的低迷只是一个缩影，酒店业、餐饮业、交通业都被波及，失业潮正以滚雪球的速度扩散。有人会问，政府不是还能撒钱救市吗？现实是，地方政府自己也快没钱了。财政部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
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超过41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光是偿债利息就让许多地方财政透不过气。于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府到处设下罚款，收摊位管理费，甚至连幼儿园都要涨价。郑州黄帝千古情景区倒闭，就是地方财政困局的缩影。过去地方政府拼命上文旅项目，就是为了冲 GDP 拉投资，可如今财政没钱，企业也不敢投，景区自然成了烂尾工程。这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全国性趋势。更致命的是，资本正在疯狂逃离。仅在2025年上半年，外资对华直接投资净流入同比下降 24.1%， 创下自19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苹果、三星等跨国企业不断把产业链转移到印度、越南、墨西哥。资本一旦撤离，就像一场抽血，中国经济的造血功能迅速枯竭。没有投资，没有订单，没有就业，旅游业自然不可能繁荣。北京方面寄希望于内循环，但百姓口袋里没钱，循环就成了死循环。北京曾经有一套逻辑，房地产能拉动投资，出口能拉动产业，旅游能拉动消费。可如今这三驾马车全都失灵，房地产烂尾，债务危机；出口订单外流，工厂停摆；旅游景区倒闭，中年暴跌。连统计局最喜欢拿出来粉饰太平的旅游数据都亮红灯，北京还能靠什么遮丑？问题是，崩盘不是未来时，而是正在进行时。如果把宏观数据拉近到微观个体，你会发现更悲惨的画面。大学生毕业后送外卖、跑网约车成了标配；农民工返乡，因为工地停工，工资被拖欠；中产家庭为了省钱取消旅游计划，孩子只能在家看电视；老年人不敢生病，因为一次住院就是家庭的灾难。过去国民去旅游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麻醉剂，如今连这种麻醉剂也没了，生活的残酷赤裸裸展现在人们面前。当旅游业熄火，不仅仅是经济一环断裂，而是全社会信心的彻底坍塌。中国中缅6季连跌，只是中国经济衰败的冰山一角；黄帝千古情的倒闭，只是未来更多景区烂尾的预言。从房地产到消费，从就业到财政，从外资到旅游，整个体系正在同时塌陷。北京习惯于熬，但这一次已经熬不下去了，因为老百姓的口袋是空的，消费的激情是冷的，连最后的假繁荣、墙内韭菜旅游都熄火了。这不是一场暂时的危机，而是一场彻底的结构性的崩盘。